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到深水区研报频道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篇比较有深度、接地气的报告，年报季中的真实中国2026。它虽然不是研报，但每一个判断都是从上市公司的年报里写的原文摘取出来的，不是拿宏观模型拍出来的，会比卖方研究机构的报告更加接地气。上市公司是怎么看待当前的宏观环境？各行各业面临的真实现状是如何的？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有什么启发？接下来我们将从6个维度对以上问题详细解读。首先，纵观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，可以提炼出一个特别关键的词：重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对比。2024年企业年报里讨论的关键词还是进化，是动作层面，企业还在想我怎么动，怎么熬，怎么穿越接下来几年。但到了2025到2026这个年报季，关键词变成了重构，不是动作层面的，而是认知层面的重构。说白了，过去几年大家是摸着石头过河，现在有人开始画新地图了。画新地图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产业信心重建的标志。虽然我们要相信中国企业正在从旧秩序里找到新的承重结构，但我觉得不能只看乐观的一面。材料里反复提到一个词，叫沉默的大多数。很多企业没有能力写出宏大叙事，他们只是选择了沉默，继续低头赶路。这部分才是真实中国更大的底色。所以接下来我会一边讲核心逻辑，一边把需要警惕的地方也讲出来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核心观点， K 型分化正在加速。这个 K 型分化不是简单的景气分化，不是说有些行业今年好一点，有些行业差一点，它讲的是命运脱钩。比方说万科亏损接近1000亿，年报原话是风险并未彻底化解，流动性压力进一步加大。他自己把亏损原因摊开来讲，结算毛利大幅下降，新增计提减值，经营性业务亏损，资产还被低于账面值大甩卖，四重打击同时来。美凯龙市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234.4 亿，租金收入显著下降。港铁公司在深圳的宋汇商场，那是港铁在内地的第一个商业旗舰项目，结果没有成功招标出售，也就是说流标了。你会发现，这不是某一家企业经营不善的问题，而是资产价格、流动性需求和估值体系一起往下压。制造业里面也不是所有龙头都舒服，申洲国际是纺织服装的绝对龙头，但年报里把困境讲得非常直白。他们说的是供强虚弱，然后一口气列了5座大山：供需失衡、劳动力成本上涨、汇率波动、地缘政治、关税政策。5座大山压在行业龙头身上，那没有话语权的中小代工厂是什么处境？只能靠想象了。汇川技术是增收不增利，上游铜铝、功率半导体在涨价，下游竞争加剧，主机厂自制率还在提升，把第三方供应商挤得更难受。这份风险提示在2024年年报里是没有出现过的，说明问题是今年才真正压下来的。中航光电、军工、防务领域的龙头，也在年报里讲防务需求出现阶段性放缓，同时黄金、铜、白银等贵金属价格持续走高。说白了，就是连军工龙头都受到加薪层困境的压力，上游成本涨，下游价格打不出去。另外还有一个角度，就是产业园区公募 REITs， 这是一个很好的中小企业晴雨表。作为一个整体，2025年全年和2026年1季度收入同比下滑的园区比例接近 90%， 1季度环比降幅还在扩大的比例达到 75%。 这个数字可能比很多宏观 GDP 数字都更接近中小企业的真实体感。但我们再看 K 型上行端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。紫金矿业，它用负收益率发行了15亿美元的零息可转债，转股溢价率还高达 40%， 是亚太地区有史以来矿业
类可转债最高的转股溢价率，我简单解释一下。零息债券意味着借了钱不用付利息，还了本金就行。负收益率更进一步，就是说，假设面值100元，它是以102元的价格发出去的，不但不付利息，到期只需要还100元，等于还白赚了2块钱的溢价。那投资者为什么愿意接受这种条件？因为他们根本没打算要回本金，看重的是那份转股权。40%的转股溢价率意味着，假设发行时股价是40元，转股价就是56元，只有股价涨过56元，转股才有意义。所以这个结构说明了什么？现阶段紫金矿业的融资成本是负的，而且还有人追着要把钱往嘴里喂。这个融资能力放在今天这个环境里是非常罕见的。再看西益盛年报里写着，超大规模 AI 算力集群带来海量高速光模块需求。豪迈科技做燃机零部件的，他在年报里引用了一组数据， GE 的燃气轮机产能已经售罄到2028年，西门子能源2025年卖出的燃机几乎是2024年的2倍。三菱重工计划在未来2年内将燃机产能提高1倍。这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？ AI 数据中心在疯狂吃电，所以这里的关键不是行业景气本身，而是资源配置逻辑变了。过去我们经常用均值回归去看问题，觉得差的行业跌多了总会反弹，便宜的资产总会修复。但这份材料给出的提示是，传统均值回归可能正在失效，差的行业不会因为便宜就自然变好，而好的方向会吸引更多资金、政策和人才，形成正反馈，强者恒强不再只是比喻，而是结构性现实。决定一个企业落在 K 型哪一端的，不是短期经营能力，而是是否符合新时代的新逻辑。那怎样的逻辑才算是符合新时代的逻辑？我们将在下一期视频继续分析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